3日后中秋，是我娘亲的忌日。我欲请太后娘娘亲率宗室，百官祈福，素斋3日，以表哀思。先帝的忌日也没有这样的阵仗，先皇后再尊贵，也越不过先帝。这样的铺张破例，恐留人口实啊。当年的立储风波，太后娘娘也是这样劝诫叶国公的吧？当年的立储之事，哀家可是站在陛下这边的。陛下如今稳坐帝位，不要纠结过往的枝节。叶国公已死，哀家听说了，叶国公是为大义而死，悲兮壮兮。那是骗天下人的。叶国公其实是被我用毒酒镇杀的。他因为当年听信了太后娘娘的几句谏言，对我母亲心怀怨恨，伙同内外大臣数十人毒杀母后。竟有此事！我当年劝谏叶国公，只是为了支持陛下登基，没想到他竟会将矛头对准姐姐，也是我无意之举，害了姐姐。果真是无意吗？陛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17岁和先皇后相识，在宫闱州携手走到最后，我是他最信任的人。这一点，我倒是丝毫不怀疑。他临终前是不是还交给你一样东西？是，姐姐给了我一封信。还给我。时隔日久，我要找找。外面在闹时议，在找到信之前，太后娘娘还是先不要随意进出宫闱。陛下是要软禁我？不，我是孝敬您。您就在永福殿诵经礼佛，有何不好？3日之后就是中秋，也是你母亲的忌辰，到时来找我，我把信给你。不对劲，难道那夜的梦是真的？我问你，这些年来皇帝每动手杀人，可有什么反常之举？陛下性情无状，何时杀人，杀什么人，似乎并无定数，常常会让一群人跪在他面前，挨个摸过他们的脑袋，看谁不顺心，便杀了谁。不对，并非如此。他并非想杀人才摸人的脑袋，而是摸过脑袋才知道该杀什么人。我仿佛记得物语星官送我的书中记载过这么一件入人梦中的奇闻。去把我那口成书的箱子取来。还有这个袖剑，你拿好。不行，要不你在衣服里再加一个锁子甲。你这什么眼神啊？不要轻敌，我跟你讲，明日便是中秋了，你上完朝乖乖给我回来，不要到处乱跑。你别看太后是个老太太，万一她还有后手，给你整个火烧皇宫。不会再有后手了，已经查出来了。桃山那边呢，确实有一批屯兵，驻守军官就叫杨琦，是太后当年的旧部。今日我便去带兵围剿。
那就劳烦黄姐了。好了，这下该放心了吧？你呢，就安心跟黄姐在这儿聊聊天，等我下朝回来。一切都会解决的，明日过后，你便可以心安了。等我。行了，再看他也不会回来的。不会有事的，相信我。可是，太后谋划了那么久，她就这样甘心认输吗？阿姐，若你是太后，你会甘心这样坐以待毙，还是会干脆发起兵变呢？太后向来谋定而后动，现在出手已然失了先机，城内已经被我的军队控制住。但若是我必要等一个良机。那如若你的军队全部都前往了桃山，太后会这样甘心被你们软禁在宫中，绞杀她的党羽，一丁点反抗都没有吗？莫非桃山屯兵是调虎离山之计？黄姐，你今日不能带兵围剿桃山，主力军队得留下，守住皇城。那桃山那边，我去。你去？你单枪匹马能做什么？桃山前往皇城是不是有一条必经之路，叫一线峡？不错，从桃山入京城，若不横穿一线峡，便要向东绕过九湾江，至少要耽误2日的时间。那我便有数了。黄姐，你安心守卫皇城，燕明公子借我一用。好。厉贵妃，我们这是做什么呀？一线峡两侧的山下，藏着数万斤火药，只要找准位置，一炸。发现了疑似石油痕迹，采样封存，回实验室验证一下。竟然是真的，古代真的有石油啊！中国使用石油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，最早在《易经》中就出现过。宁安13年，这里还发生过一起爆炸事件，据说两侧山体倒塌，堵出了桃山前往皇城的官道。老师怀疑是人为爆炸。有人选择了绝佳的爆炸地点，引爆了石油脉矿，山体内的天然气发生了剧烈反应，从而导致山体倒塌。发现疑似引爆点，竟然快过来拍照记录一下！哎，来了！就这儿。一会儿，我们就把这火药捻拉长，在外面点燃就可以了。搞定。东临曲水，西分桃山，深通山体内部，确实是个绝佳的引爆地点。我得走了。现在？等炸完山，确定山路被封上再走吧。天亮之前，我得赶回皇宫。明日便是中秋了，我得陪在他身边。那我护送您回去。成
成功了。这条路一堵，桃山的屯兵明日必到不了京城。无论如何，先度过明日再说。明日之后，再让阿锦慢慢收拾他们。走。东西呢？可以撤走我院中的守卫了吧？你害我生母，留你一命，已算仁慈。今后，就请太后娘娘在永福殿了此残生，为先皇后诵经祈福，忏疾悔过吧。留我一命，好孩子。姐姐，你的这个儿子呀，和你真是一模一样，天真、重情、作茧自缚。我最讨厌你们这副装腔作势的模样。现在，你们都死了，你们的儿子也要下去陪你们。